讓我們把這些深奧的道理泡成一壺溫潤的故事茶，慢慢品嘗。第一章，迷路的旅人。從前有個年輕人，名叫小季，他心裡有個巨大的夢想，抵達一座傳說中雲霧繚繞的財富自由山。他帶上所有家當，滿腔熱血地出發，但沒多久他就迷路了。他走的不是一條平坦的路，而是一片名叫市场的原始森林。這裡天氣變化無常，一是陽光燦爛，多頭市場；一是狂風暴雨，空頭市場。森林裡充滿各種聲音，有人大喊：“快往這邊走，這裡有寶藏！”名牌消息，有人驚慌尖叫：“有熊啊，快逃！”恐慌像那樣。小季又累又怕，他的錢包越來越瘦，心情越來越焦慮。他看着地圖，卻看不懂；聽着聲音，卻愈發混亂。他坐在樹下，感到無比痛苦。這時，一位在樹下靜坐的長者看到了他。長者鬚髮皆白，眼神卻像孩子一樣清澈。他是一位修行者，名叫智慧老人。年輕人，你看起來很苦。老人微笑着說：“是啊，我想去財富自由山，但這裡太可怕了。我一直在虧錢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老人點點頭：“你知道你為什麼會痛苦嗎？第一步就是要認清你為何受苦。”第二章，智慧老人的3張地圖。智慧老人沒有直接告訴小季該走哪條路，而是給了他3張珍貴的新地圖。第一張圖，土地之图，認清森林的本質。這片森林本來就是时晴时雨，有寶藏也有陷阱。老人說，這是你必須先接受的事實。否認它，對它發脾氣，只會讓你傷得更重。承認在這裡迷路和受傷是正常的，你才會開始尋找真正的方法，而不是繼續怪罪天氣。小季明白了，他的第一個痛苦來自於對森林不切實際的幻想。第二張圖，極地之圖，發現自己的壞習慣。再看看你是怎麼走路的。老人指着小季的腳印，你聽到有寶藏就貪心的狂奔過去，不管前面是不是懸崖；聽到有熊來了，就恐懼的丟掉所有行李逃跑。你的貪婪和恐懼才是讓你不斷繞圈、消耗體力的真正原因。小季臉紅了，他發現問題不只在外面的森林，更在自己的心裡。第3張圖，滅地與盜地之圖，看見目標與道路。最後，老人攤開第3張圖，上面畫着雄偉的財富自由山，以及一條清晰卻不容易走的八正道。這座山就是內心平靜與財務穩定的狀態，叫做涅槃。而這條路就是地圖。記住，地圖不是山路本身，它需要你一步一步去走。第3章，八正道，旅人的修行手冊。於是小季帶着新的地圖重新上路。這次他不再亂衝，而是開始學習地圖上的8個指引。1、正見正確的眼光，學會看真正的地圖。他不再相信路邊的耳語，開始學習看地形圖、財報、氣象圖、總經趨勢。他明白了，森林會循環，冬天之後總是春天，這讓他心裡有了底。2、正思維，正確的決心，設定正確的目標。他問自己，我是來森林裡賭博尋刺激的，還是真的要安全走到目的地？他下定決心要做個穩健的旅人，而不是瘋狂的賭徒。3到5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正確的言行與活法，建立自己的旅行守則。他為自己定下了旅行公約：正語，不散播謠言，也不輕信謠言；對自己的旅行日記誠實。正業，不偷搶別人的糧食，內線交易，也不走會掉下去的捷徑，槓桿開導爆。正命，他只採集自己認得的果實，投資懂的標的，不碰看起來鮮豔卻有毒的蘑菇，投機炒作品。這3條公約就是他的投資紀律本身，他們像一個堅固的登山背包，保護着他。6、正精進，正確的努力，每天進步一點點。他每天都會花一點時間整理裝備，復盤今天的路線，努力改掉衝動的壞習慣，
培養扎營前先觀察環境的好習慣。7. 正念，清醒的覺察，覺知當下的情緒與念頭，這是小紀學到最厲害的能力。當他聽到快來，這裡有金礦時，他能感覺到心裡的貪婪像一隻猴子開始跳動。他會對自己說，哦，貪婪猴又來了。他只是看着他，而不跟住他跳走。當暴風雨來臨，他感到恐懼像一條冰冷的蛇纏上心頭。他會深呼吸，告訴自己，這是恐懼蛇，天氣很壞，但我有帳篷，我的紀律，撐過去就好。8. 正定，平靜專注的心，穩步向前，不亂陣腳。因為有了前面的所有練習，小紀的心變得非常安定。無論天氣好壞，身邊的人是多麼瘋狂的奔跑或逃竄，他都能按照自己的節奏和地圖，一步一步穩定地向前走。這種定的功夫讓他不再輕易迷路。終章，自由的旅人。多年以後，小紀早已不是當初那個慌張的年輕人，他成了一位沉穩的老紀。他並沒有瞬間移轉到山頂，但他確實已經在財富自由山的山腰上搭建了一個穩固的營地。他擁有了不被天氣輕易影響的資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擁有了一顆平靜而自由的心。他時常會遇到像他當年一樣迷路的年輕旅人，他會泡上一壺茶，請他們坐下，然後對他們說，這條路啊，地圖就在這裡，它叫八正道。紀律不是用來綁住你的繩子，而是你那根堅固的登山杖。它在你貪心想衝下懸崖時拉你一把，在你恐懼想丟掉一切時撐住你。最棒的禮物不是你終於到了哪裡，而是你在這趟旅程中修煉出了一顆無論順境逆境都能從容自在的心。這個故事就是八正道與投資紀律的關係，它是一套從內心到行為的完整系統，引導我們在充滿不確定的市場森林中成為一個智慧、穩定、自由的旅人。看來你已經拿到這張通往財富自由山的新地圖了，接下來就是帶着你的登山杖、紀律，享受這趟充滿發現的旅程了。祝你一路風景宜人，內心從容。如果未來在路上又遇到新的關卡，隨時都可以再回來重新觀看影片。